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 Just Be Station。小编刚刚吃到一个瓜，说是王牌部队本月15、20、22号将分别在深圳、安徽、湖北卫视进行第3轮上星播出，全部是黄金档时间。小编查了一下深圳卫视黄金剧场接档的电视剧现在是空白，希望是真的，先期待一下。肖战近期有2个大的品牌系列代言到期，一个是百威啤酒及旗下的子品牌珀斯和蜜系列。从2019年代言珀斯到百威蜜系列，再到百威梦想代言人，双方合作一直非常愉快。在227期间，百威更是第一个站出来，在全国各地宣传站在一起，百威挺你。肖战和粉丝也给品牌带来了巨大的商业回报。双方合作2年多，也是时候寻求新的发展了。很少有代言超过2年的。第二个是肖战代言的蒙牛的最后一个产品地蓝胜雪到期了。至此，肖战代言的蒙牛乳业、蒙牛真果粒和地蓝胜雪全部到期，并且全部没有续约。肖战最先代言的蒙牛产品是真果粒，在227期间完全把肖战晾在一边。到年底情况转好后，才想起有这么一个代言人，当然趋利避害是可以理解的，毕竟不是每个企业都有百威那样的格局。但是后来作为蒙牛品牌代言人，肖战和粉丝却屡次遭遇商家的不公正待遇。如今肖战与蒙牛的合作全部没有续约，双方的态度可见一斑。因为最近几个月肖战较少营业，所以很多人在散布消极情绪。每次肖战进剧组后，批皮黑们都会发动一波这样的言论，奶瓶虾的情绪可能会被煽动，但是大部分的粉丝看的次数多了，应该已经心中有数，不会被人牵着鼻子走。肖战是个演员，他的主要任务就是演戏，在剧组里没日没夜的拍摄，空余时间还要背台词，揣摩人物和剧情。他不像某些亚戏咖，这边同时拍着几部戏，那边还接着好几个综艺，所以现在自然没什么曝光度。但这不就是我们喜欢的那个敬业又努力的肖战吗？我们既然是演员的粉丝，就要有自己的偶像动辄消失几个月的心理准备。现在肖战正在拍摄的《梦中的那片海》是非常有国民度的年代剧，老少咸宜，并且会上星播出。肖战的作品受众现在还有局限性，走出偶像剧，走向更广泛的观众群体，王牌部队是第1步，梦中的那片海就是关键的第2步。这是多好的事啊！如今是货真价实的影视寒冬，10个影视剧项目报上去，可能只有1个能批下来，很多演员根本就没有戏可拍。还有说希望肖战拍部电影的，只能说这个要等机遇，好的本子、好的导演和制作可遇不可求。电影圈的水太深，这里小编也想吐槽一下。电影圈是抱团最严重的圈子，里面充斥着名与利，每一个电影人都自带演技好的光环，获奖机会也多，如果有分成更可以一夜暴富。享受着其中巨大福利的这批人，会愿意分外人一块蛋糕吗？肯定不愿意。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国产电影看来看去总是那几个人在演，毫无新鲜感？偶尔有年轻人插进去，大多数的背后都有巨大的资本在支撑。比如已经在监狱踩缝纫机的吴某凡，在烈士陵园蹦迪的军人专业户黄某瑜，乐华旗下的代言辱华产品精通面无表情式演技的王某博，和之3当3还能演世界冠军的孟某岐。这一群群的劣迹艺人，只要有人捧，就会有电影拍。当然还少不了永远有戏拍的四字弟弟。说起这位四字弟弟，真的称得上神奇，全网对他似乎只有一种声音，就是有才华，演技好。我们倒也想听听别的声音，但是负面的声音是不可能让你听到的。小编多次亲眼见过有用户发布他负面的信息，不超过5分钟就会被删帖，并且发布者还会被封号。阿里巴巴对于舆论的控制到了令人惊叹的地步。前年在227期间，检察日报有律师发布的影响重大的所谓偶像失格言论，就是四字弟弟的律师团队一手炮制，可以说是把事件推到了完全失控的地步，把肖战从半山腰一锤子打到了谷底。
这位阿里的真太子一直躲在背后，唯一一次的出手，力道千钧，不同凡响。很多人说四字弟弟演技好，获奖多，证明他有实力，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电影找他拍。我看这话是把顺序说反了，应该是很多电影找他拍，他才有机会在其中慢慢学习打磨演技。演技是怎么练出来的？不是在一部部戏里积累下来的吗？可是其他没有背景的人哪有机会去积累经验？为什么他那么轻易的就打进了外壳比石头还坚硬的电影圈？为什么只有他顶级资源不断，好演员多了去了，怎么别人没有机会？他就像是那种生长在有权有势的家庭，爹妈在外面替你干掉一切竞争对手，在内里花费巨资和人际关系替你铺路，然后他和粉丝再跳出来骄傲地说，这都是艺人自己的努力，媒体发言权掌握在他们手中，怎么夸都可以。另一件事是最近愈演愈烈的老艺术家们批评流量明星的言论，比如巩汉林、陈坤、冯远征、陈道明等等。有的骂流量不引导粉丝，有的骂流量不钻研业务，有的骂流量赚钱多，还有的直接要求给中年演员机会，觉得年轻艺人抢了他们的饭碗。这些所谓的老戏骨们借着清朗行动和全国两会的春风，企图狠狠地打压流量明星。讽刺的是，这种方式似乎已经成了他们自身获取流量的密码。而且他们还不指名道姓，举着机关枪就是突突突一通扫射，所有年轻艺人无一幸免。紧接着就是媒体推送、喷子狂欢，各家粉丝急着澄清和甩锅，然后演变成互撕。他们这种行为披着一层忧国忧民的皮，其实跟汪海林之流有什么区别？这些前辈们对天对地好像无所畏惧，但大家可以看看他们对的都有谁？只有那些没靠山的年轻艺人。资源咖他敢骂吗？星二代他敢骂吗？你看有哪个老艺术家会批判说资源咖和星二代们没有演技不劳而获？还有各大媒体、经纪公司或者是政府部门的不作为，他们敢骂吗？他们成天就逮着没有背景、没有资本的年轻艺人们骂一骂，骂完了再蹭着被他骂了的流量艺人的热度，跑到抖音上射出一张老脸去卖货，或者借此机会上个综艺或者接个戏，真是无本万利，又赚了波好名声。小编认同一些流量明星确实存在很多问题，而且也对这样的艺人和饭圈现象没有好感。但这些老艺术家们不做调查，无差别攻击，上来就把所有的流量明星都骂了。很多艺人被无辜牵连，遭受键盘侠的攻击谩骂，口碑受到影响。一句话就否认所有人的努力，这样公平吗？这边还是建议他们收敛点，观众都是有记忆的。有些老艺术家们在年轻的时候出轨、劈腿、当三、辱华、不尊重女性、偷税漏税、洗钱、嫖娼、做男人大腿，什么事情没做过？也就那时候互联网不发达，娱乐产业也没那么多条条框框，才纵容他们平安老去。熬到年纪大了，一个个就摇身一变成了老艺术家，吃着年轻时一两个作品的红利，业务上不求精进，也没什么后续作品，闲得没事在家抠脚，所以看着现今的当红艺人不顺眼，一个个都跑出来教育别人，来彰显自己有多么的德艺双馨。如果真的为娱乐产业殚精竭虑，那最该批评的是挑拨纵容饭圈互撕的平台，歪曲事实的媒体，联手打造娱乐圈黑产业的无良经纪公司，这些才是万恶的源头。你要是实在不敢惹他们，又忧心年轻艺人的成长，那你也可以给他们一些中肯的建议，或者干脆指名道姓，替娱乐圈清除掉那些品行低劣的艺人。但他们却是指责所有有流量的年轻一辈。各家粉丝们为了把自家哥哥摘出去，又开始大规模的互相攻击，等于这帮老艺术家们亲手炮制了一场饭圈互撕，自己却从中获得一大波关注。小编想说，不是年纪大的演员就一定是德艺双馨的艺术家，就可以给人当爹教育别人了。就算你真的有本事，你也不能在什么都不了解的情况下，轻易的去带节奏来否定所有人的努力，去打压年轻艺人的成长。这个视频主要是针对最近娱乐圈时事的所见所感。
里面涉及到一些明星艺人，纯属个人对他们的评价，不吐不快。谢谢观赏，下期再见。